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拿不出 28W8 的彩礼，前女友劈腿富二代，他们一起笑我穷鬼，说我没资格恋爱结婚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绑定了投资系统，他们租住的豪华小区，那一栋楼都是我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毕业后，班级群已经很久没人说话了。吴泽宇上学时就是倒数第一，上课几乎没来过，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，谁都看不起，人缘很一般。忽然在班级群里说要请大家去家里聚会，根本没人理会。直到他发出一张结婚证，照片上他和系花陈源头靠着头，模样很是亲密。这一下群里直接炸了锅，我室友率先发了个问号，然后就是一连排的队形。当初我和陈源也算是班级里的模范情侣，毕业时莫名其妙分了手，谁都没想到才1年时间她就嫁给了别人。吴泽宇也不管他们的诧异，直接艾特了我，连发几条60语音，语气洋洋得意。叶子，你不会记恨我抢你女友，不敢来吧？哎，当初我拒绝了圆圆好几次，但她说跟着你太煎熬了，我这人怜香惜玉，受不住啊。这次是我结婚搬新房，你可一定要来啊。听说你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，没事，哥做主，红包你就不用给了，人到就行。原本还算热闹的群里，因为他的刻意嘲讽而重新安静了下去。可他根本不在意，又再次艾特所有人，我家300多平，来多少人都装得下，全都来，别扫兴啊。紧接着又是10几张照片，从玄关、客厅到阳台、浴室，吴泽宇几乎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发了出来。我点开图片，看着那华丽的水晶吊灯，光泽干净的大理石地板，还有角落里长势不错的金钱菊，陷入沉思。审美不错，但是好眼熟啊，这特么不是我的房子吗？毕业的时候，我绑定了投资系统，拿着好友借给我的钱冲进股市，开始自己的第一次投资。一开始我也赔本，好在有点天赋，很快就开始赚钱。系统按照我赚钱的金额给了100倍返利，直接奖励了一栋楼，16层，每层2户，总共32套房，大概是为了方便打理，30套都是一样的装修。我自己则住在顶楼，2套打通，一半做成了健身房和更衣室。吴泽宇说我现在没工作倒是真的，毕竟在这个豪华小区里，随便一套房的月租都有5、6万，而我有30套。因为怕麻烦，我委托给了专人打理，自己则继续投资。隐约记得秘书曾和我报告过，30套房屋全部租了出去，唯有1201的住户拖欠了本季度房租，3天内再交不出来，就会将他们清理出去，重新出租。再看群里吴泽宇发出来的定位，正是1201，我的心里忽然有了个诡异的猜测，他们该不会是交不起房租才请大家吃饭收些份子钱吧？可吴泽宇家世不错，怎么会沦落到租房还拖欠的地步？毕业那年，我兴高采烈和陈源谈结婚事宜，他却目光闪烁，不停找理由拖延。可笑，我还相信他的说辞，以为他恐婚，对陈源越来越好。好不容易见到他家里人时，我花了2个月的生活费，烟酒俱全。陈家人把东西收下，转头却说没有 28W8 的彩礼，别想娶他们女儿。刚毕业的学生哪来的 28W？ 更不用说婚礼、酒席。陈源家还要求买新房新车，处处都是开支。
是身处2线，房价3万1平，真不是我一个小镇人负担得起的。我拿不出这笔钱，也不想让爸妈一把年纪了背负债务，只能一次又一次往他家跑，每次都带些礼物，帮忙干活，想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会对他好。他的父母也从不排斥我来，似乎被我的真诚打动，总是笑眯眯地喊我小叶，让我干这干那。我以为这事是板上钉钉的，后来我绑定了系统，发家致富是迟早的事，只要给我点时间，陈元要的东西都能赚到。我想给他个惊喜，等我拿到系统奖励，直接拉着他去买房，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忍不住幻想到了那时，陈元会有多开心。为了早点达成这个目标，一向好面子的我，弯下脊梁找众多好友借钱，其中和我素未谋面却颇有话题的网友莫言最为大方，一下子借给我10万。少年终究是为5斗米折腰，可是后来陈元的弟弟告诉我，他们的父母已经给陈元找了一个新的婆家。和我这样抠搜的穷鬼不同，人家直接给了50万彩礼。那个一直找我带他打游戏，问我要皮肤的小子眼神傲慢，还伸手推了我一把。钱姐夫，你也别怪我，大家都是男人，你应该懂的。讨媳妇嘛，价高者得，让你送我个新款电脑都买不起，我他妈都快分不清你跟街边的乞丐了。就这还想结婚？赶紧滚吧！你玩了我姐3年，不亏。那时候我不懂，听了这话只觉得羞辱，替自己也替陈元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却诡异的赞同。我也不亏，他陈元自己都选择听父母的，做个商品待价而沽，我有什么好打抱不平的？而且正因为失去了陈元，我才遇到现在的女朋友。想到这里，我掏出手机给她发了个信息：下班了吗？我去接你。说来也巧，我现在的女友叫秦念言，以前在学校里和陈元并称绝代双骄，但事实上她比陈元更加漂亮，1.7米的大高个，美腿又白又直，像极了巅峰时期的 AB。只是那几年更流行清纯风格的审美，才被陈元压下一头。那时我和所有人一样，觉得她长相太过艳丽，不像能安分过日子的女人。后来发现她就是个羞涩小女孩，习惯用高冷掩饰自己的社恐内心，所以她才给自己起了个莫言的网名。我也没想到，那个和我陆陆续续聊了3年的傲娇网友，就是学校里的女神。叮咚一声，秦念言的回复来了，一个嗯嗯的猫猫表情包，然后就是压低声音也掩不住的雀跃语气。幸好你给我发消息了，差点就被他们忽悠去聚餐了，好险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？我轻笑一声，拿上外套就去了地下停车场，却发现自己的车前站了个女人。准确地说，她是站在我的车前，对着面前的直播架唱歌，是陈元。我好像听朋友讲起过，她毕业后凭借着自己的相貌做起了主播，现在已经有了10几万粉丝，开豪车，住豪宅。可是现在看到的情况是，他和吴泽宇租我的房子装逼，拍个视频还他妈蹭我的车。他俩立人设的时候就不怕被拆穿吗？我看着他唱了一段，又换了个角度继续拍，一转头看见了我，眼神中出现几分慌乱，又很快变成轻蔑。叶子成，你怎么在这？这里可是地下停车场，只有门禁卡才能进，你该不会是给人当司机了吧？不过是1年的时间，陈元变化挺大的，原本黑色的长发变卷了，保守的穿着也变成了白色紧身裙，腿上穿着渔网丝袜，配了双裸色高跟鞋。
我记得女友秦念言说过，这是网络上最火的纯欲风，主打一个清纯脸蛋配风骚装扮。吴泽宇就那么大度，让他穿成这样出门。不过他头上跑马也和我没关系。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没有接他的话题，让开，我赶时间。陈元似乎是误会了什么，双腿交叠，直接靠在了我车上。也是，你这种底层人，迟到1分钟都要扣工资吧？幸好我们2个分手了，一想到我们交往过，我都觉得憋屈。叶子成，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多少吗？大学时期那么多追求者，我一个都没看上，就铁了心跟你，结果你连 28W 都拿不出来。早知如此，当时我就应该早点和吴泽宇在一起，也不会受了那么多年的穷。我简直要被他气笑了。陈元穷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1个月只给500生活费，吃饭都不够，更别说是约会、买化妆品了。那时候我每个月2000，又想着自己是个男人，自觉承担了大部分的开销，自己省吃俭用，也会给他买想要的东西，甚至为了给他买礼物，我还去找了兼职。没到1个月，就因为陈元嫌我不陪他，硬生生把火搅黄了。他爱漂亮，新出的护肤品、化妆品说买就买，我为了省钱，经常只买1份饭和他2个人吃。那3年，我经常吃不饱，泡面都敢买1块钱的生啃。现在他却说，他穷是因为选择我。到底是我当初眼瞎，还是时间太过无情，把一个曾经美好的女孩子变成了这样？见我没有回答，陈元轻哼一声，表情更傲慢了。看到我老公送的新车了吗？你给人开一辈子的车也买不起。哦，是吗？我的车怎么成了她老公送的新车？我皮笑肉不笑，直接掏出车钥匙，滴滴2声。陈元的脸色立刻变了，他被忽然展开的车翼吓了一跳，高跟鞋一崴就摔在了地上。我也不管，直接拉开驾驶座的门，笑死！哪家司机开科尼赛克？陈元尖叫一声，语气忽然变了调：你怎么有这辆车的钥匙？叶子成，你故意看我笑话，看不到我摔了吗？你怎么变得这么没礼貌？我降下车窗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拿出一张名片扔了出去。是吗？摔一跤很严重，这是我女友家的医院，你不行，叫个救护车吧。话落，我一脚油门，在发动机的嗡鸣声中潇洒离去。秦念言在自家公司实习，每天维持高冷人设，一见到我就像是见到主人的小猫，快速粘了过来撒娇。老公，你终于来了。呜，我刚才站在门口，每个人路过都要打招呼，好可怕，就不能默默路过，假装彼此都不认识吗？啊，我在公司装得好累，好疲惫，我没电了，要老公亲亲才能起来。我笑了笑，拉着他缠绵了一会儿，才把车开到最近的商场。秦念言和陈元不一样，虽然出身豪门，却对奢侈品没什么兴趣，大概是从小见得多了，就不怎么稀罕。到了商场，他反而更喜欢给我买东西。他说自己什么都不缺，反倒是我，如果没有他天质，根本不会想着自己买东西。我只能笑，然后伸手掐了掐他白嫩的脸颊。我和秦念言是在分手那天面基的，被陈元弟弟羞辱之后，我一个人买了烤串和酒，坐在马路边一瓶一瓶的喝，喝到最后睡了过去。一睁眼就看见秦念言坐在我的旁边，满脸纠结地瞪我。见我醒了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让我以后别这样了，为了别人伤害自己，不值得。等他走了，我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机。喝醉之后，迷迷糊糊给莫言发了很多话，他似乎被我的状态吓到了，连蒙带骗让我说出地址，立刻赶了过来。
等他走了，我才发现身上披了件外套，是秦念言怕我冷，特意留下来的。那个晚上的秦念言坐在路灯下，连头发丝都发着光。交往半年，他从不关心我有多少财产，坚持 AA 制，就连我给他绑的亲密服，也从未见他用过。我觉得也是时候让他知道自己的男人到底多有钱了。趁他去洗手间的功夫，我去隔壁珠宝店取定制的戒指，却没想到冤家路窄，刚好碰见了陈媛的闺蜜许嫣。当初我和陈媛分手，许嫣功不可没。第一次见面时，她说闺蜜就是半个丈母娘，撺掇着陈媛选择了一个人均500的法餐店。月末，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，好说歹说才换成了单人299的自助餐。许嫣连吃带拿，还不忘和陈媛说出那句经典台词：给你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，但不给你钱的一定不爱你。后来约会时，许嫣更是隔3差5就来蹭饭，买东西都想让我买单。我只是个大学生，不是大老板，怎么承担得起他们2个人的开支？她就和陈媛说，闺蜜就是她的娘家人，我不舍得给她买东西，以后也不会对陈家人好。直到分手前夕，我撞到她背着陈媛收吴泽宇的礼物，这才明白她为什么看我不顺眼，无非就是嫌弃我不够有钱，能给她占的便宜不够多。许嫣并没有看到我，此时的她正拿着手机和吴泽宇视频，说话的声音嗲里嗲气，感觉能夹死一只苍蝇。泽宇哥哥，明天去你家聚会，是不是要给圆圆选一套饰品，撑撑场面呀？哎呀，这个我戴好好看哦，真的，真得送我，哥哥真好。到时候我跟圆圆戴一样的，别人会不会说呀？要不然我选这条吧，这条有赠品，我带赠品就好了。我冷眼看着，忽然想起最开始许嫣也加过我微信，被我拒绝了。秦念言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他挽着我的胳膊，啧啧2声。世风日下，连吴泽宇那种垃圾都有人要了。见我转头，他的脸色红了红，才压低声音讲述，上学的时候，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专业，互不相识，但吴泽宇却在听说了他校花的名头之后，天天去他班级骚扰。那些年，他看似对陈媛一往情深，实际上却是广撒网，对秦念言的追求猛烈到厌烦的程度，甚至在毕业时还策划了一场求婚，想用舆论压迫秦念言同意。笑死人了，交往都没交往，直接就求婚。被拒绝之后，吴泽宇还想霸王硬上弓，结果被秦念言家的保镖打得鼻青脸肿，这才转头去挖我墙角，拿出50万娶陈媛。搞了半天，陈媛以为自己是女神，其实只是吴泽宇的备胎，但我却完全没有同情他的心思。一想到那个龟孙曾经想要伤害秦念言，我握住了他的手，露出一个扭曲的微笑。没事，老婆，我给你讨回公道。秦念言眨了眨眼，颇为不好意思地开口，我已经自己讨回公道了。被求婚之后，他越想越气，直接对吴泽宇家的公司出了手。吴家本来就是个暴发户，以为有钱就万事大吉，殊不知他们没有根基，又树敌太多，秦家微微出手就破了产。吴泽宇自己又是个不顶事的，没什么东山再起的决心，反而在狐朋狗友的劝说开始网贷，继续吃喝玩乐。难怪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本来他要装逼，和我也没什么关系，就算他公开艾特我，拉我做他的垫脚石，我也没打算接他的话茬。如今的他在我眼里就是个跳梁小丑，根本不值得我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
可他不该打起念言的主意。为了让这出大戏更精彩一点，我私底下联系了几位关系好的同学，让他们务必要参加这次聚会。还有其他的同学，只要他们能喊来的份子钱，我给他们报销。吴泽宇不是爱面子吗？我就要让他在所有人面前被扒掉那层虚伪的皮，彻底社死。聚会约的是6点半，吴泽宇从下午2点就开始发照片，说要让大家吃好喝好，特地让人从 F 国空运了红酒过来。群里熙熙攘攘，有几个人恭维着他，哄得吴泽宇更加高兴，在群里一直聊着，甚至还发了陈元穿着吊带在厨房忙碌的背影，语气轻佻得很。哥几个要是喝嗨了，晚上就在我这睡，让你嫂子招待你们。这话听着歧义可太强了，有女同学看不下去，直接艾特了陈元，让他出来管管。结果陈元娇滴滴发了语音，说吴泽宇的意思是他手艺好，然后也跟着发了几道菜出来，问那个说话的女生现在会做饭了吗？女同学不吱声了，只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。没一会儿，室友就发了聊天记录过来，是那个女生在疯狂吐槽，我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等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我才随手套了件衬衫，穿着拖鞋下去。客厅里摆了2张桌子，每桌7、8个菜，里面有一半是毛豆花生米，剩下2荤2素，看着让人想当场掏出手机给自己订一份肯德基。有人吐槽出声，吴泽宇尴尬地笑笑，站在旁边解释，吃什么不重要，今天的酒才是重头戏。82年的拉菲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归。我看了一眼那个包装盒，感觉上拼夕夕一搜都不能超过160块，但这现场还真有信他的，当场凑了过去，和他勾肩搭背。这么多年，还是我宇哥有本事。我就说叶子成他比不过你，看看厚积薄发呀。最后还是我宇哥抱得美人归。此话一出，所有目光都随着他看了过来。见我穿着随意，那人率先嘲讽出声：越活越回去了，连双像样的鞋都买不起了吗？当年我和吴泽宇也没什么交集，只是他追陈元，而陈元选择了我，2个人就暗自较劲。偏偏吴泽宇也不来上课，动不动就嘲讽别人傻逼，说上课没用，出了社会全看交际。可他交际成了啥样呢？昨天我让助理查了查，发现吴泽宇毕业就被狐朋狗友骗去赌博，为了好处又给自家老爹介绍不靠谱的项目，现在不仅公司垮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我淡然一笑，开口解释：你误会了，我就过来办个事，一会还得回家吃饭。齐念言最近迷上了做饭，他买了一大堆厨艺的书，今天烤曲奇，明天煎牛排，不吃完会生气的。吴泽宇搂住陈元的腰，闻言笑得前俯后仰。叶子成，你他妈还是这么装，回家吃饭，谁不知道你是无业游民，现在根本吃不上饭了吧？社会不是学校，没人惯你这种穷鬼，也就是我心善，愿意赏你这口饭吃。出了这个门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进高档小区，尝这种档次的好酒了。我丝毫不顾及脸色各异的众人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便签本，8栋1201，你们欠了3个月的房租，给钱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下楼就是为了收房租的。全场安静了片刻，陈元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叶子成，你不会是精神出问题了吧？果然，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，就是穷病。他对这个世界的残忍一无所知。我略有些怜悯地看了他一眼，继续开口：昨天就通知过了，今天再不交，
明天就有人上门帮你们打包。吴泽宇得意的笑容僵住了，他甚至不敢去看陈元的脸，朝我快步走来。叶子成，咱俩出去说。我为什么要出去说？正好大家都在，可以做个见证。明天你被扔出去，可别说我这老同学没提前通知。陈元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他拉住吴泽宇，急切地求一个答案。老公，他什么意思？这房子不是你买给我的吗？上个月不是说好了，生个儿子就过户给我，怎么会要房租呢？吴泽宇的脸色难看无比，陈元的话无疑成为一个耳光，响亮地拍在了他的脸上。他反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得陈元扑倒在地，直接掀翻了其中一个桌子。闭嘴吧，死三八！老子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？来，叶哥，咱们出去说。我没吭声，这一次顺着他的力道走出房门，来到楼道拐角处，吴泽宇才咬着牙询问：叶哥，你几个意思？这房子不会是你的吧？他说着转头看了看电梯，脸色更加阴沉下来。我想他是意识到了，这小区没有门禁卡，根本用不了电梯，大多数同学都是他下楼去接的，而我是直接坐着电梯踩着拖鞋过来的。你他妈中彩票了？不是，叶哥，我的意思是你的运气真好。吴泽宇嘴角抽了抽，说话时还有隐隐的磨牙声。他好像很不甘心，不甘心我在学校就比他更胜一筹，现在出了社会，他以为能压我一头，我却飞黄腾达，到了他根本够不着的高度，甚至于他想过的好点还得求我。我手头确实紧，你也看到了这帮同学的穷酸样，上的份子都没到1万块，你得再给我点时间筹钱。有什么咱们私下说，何必那么大声呢？说白了还是怕丢人，明明自己一屁股债，还在斥责别人穷酸，可他也不想想，就他在群里那样，有几个家世好的能看得起来这里的，也不过是向生活低头，想混点好处的罢了。我嗤笑一声，忽然抓住了他的头发，猛地往上揪。没钱不要紧，老同学，我当然要给你点出路。一拳1万，你欠我3个月房租就是15万。咬咬牙，忍一忍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吴泽宇痛得闷哼一声，脸色煞白。他怕屋里的人听到这个动静的，即使被我扯住头发，龇牙咧嘴，还在下意识地挪动身体，确保自己在视线死角。别呀，叶哥，要不这样，我让陈元陪你睡，她是你女朋友，我让她陪你1个月，不，1年，1年可以吧？陈元现在是个网红，哥，这价格真的划算，你信我？话音刚落，陈元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声嘶力竭地质问吴泽宇：你他妈还是人吗？我是你老婆，你拿我当鸡？死骗子！老娘要离婚！离婚！他尖利的指甲把吴泽宇抓得满脸花。吴泽宇被我揪住了头发，躲都躲不掉，两人只能对着打，当着在场20多人的面，疯狂揭露对方的底，闹到最后一口饭都没吃，直接散了。两人打进了医院，刚好一点又闹进了警局。许嫣今天没来，她和吴泽宇关系不纯，有陈元的地方都会避开，根本不知道这一通闹剧。两人还在警局的时候，他给吴泽宇谈了个视频，全镂空睡衣上场，气得陈元什么都顾不上，当场砸了吴泽宇的手机。这1年来，他做网红挣的钱也都给了吴泽宇，说是帮忙理财，其实全被堵了。想告他诈骗，又有个婚姻关系，根本无法成功。陈元当初想问家里拿回一部分彩礼放自己手里，惹了弟弟不喜，听说他被吴泽宇骗钱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生怕他要回娘家。最后吴泽宇卷了剩下的钱逃跑，
陈元一觉醒来，屋里一大半都空了。我牵着秦念言到地下车库的时候，就看到他拎着一个大行李箱，坐在我车前落泪。见到我们出现，他站起身来，猛地扑进我怀里。子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？他像是没看见秦念言似的，反反复复的道歉，说他是鬼迷心窍，不该听了许嫣和家里人的话，抛弃爱情，选择面包。可他是后悔选面包了吗？不是的，只是他当时选的那块面包馊了。就算他很可怜，周围都是坏人，可做出选择的人是他，他没得洗。秦念言挡在我的面前，将陈元彻底拉开。他今天穿了身旗袍，勾勒出姣好的身材，脚下踩着的高跟鞋更是突出了腿长的优势。此时居高临下的看着陈元，嗤笑一声：“陈小姐不仅脑子不好，眼睛也不好，你从长相、家世、身材、气质、存款，哪一点能比得上我？凭什么觉得你回头，我男朋友就会看得上你呢？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呢，要不是你错把榆木当珍珠，我和子成也走不到一起。大姐，少看点小说，不是什么前女友都叫白月光的。”陈元被他说的脸色惨白，摇摇欲坠。可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收回了他手里的门禁卡，带着秦念言离开了。今天的女友战斗力很足，不过我依然喜欢。我和秦念言的婚期定了下来。在班群公布这个消息之后，吴泽宇借着道喜的名义又提出了借钱。他倒是能屈能伸，好像忘记了之前的恩怨似的，只想着从我手里漏点好处。我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，只说手里确实有个能赚钱的项目，但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，正在苦恼。吴泽宇以为我能这么快发家，都是靠着不合法收益。闻言立刻毛遂自荐，说他有魄力，只要钱给够，什么都愿意干。猎物就这样选择了自投罗网。半个月后，吴泽宇回国，他满怀自信地找我，却被我绑到了郊外的仓库，像条狗一样跪倒在地，求我饶他一命。他终于明白，没有什么快速发财的方法，只有一个必死的陷阱。我给了他一把匕首，说只要他愿意自己动手，就放过他。吴泽宇信了，哆哆嗦嗦地割了自己大腿2刀。我朝他笑了笑，信守承诺，走了。只是在离开之后，又匿名把他的地址发给了陈元。他的怨恨比我更深。后来我看到新闻，陈元坐在镜头前，麻木地重复着自己的案件。我赶到那里时，他躺在地上，腿上很多血。他骗了我的钱，害了我一辈子。我把他叫醒，他却嘲讽我蠢，骂我是鸡。我忍受不了，就拿匕首戳进了他的喉咙。后来我发现心中的怨气有了突破口，就一刀又一刀。陈元也不知道吴泽宇腿上的伤是哪来的，只知道刀上仅有他们2个的指纹。镜头前，他脸色苍白，几度哽咽，素颜好像老了10岁。其实他通过直播也能过得很好。可陈元一开始立的就是富太太人设，他不想告诉大家自己被骗的悲惨生活，也不想在其他地方直播，只能去米其林餐厅借用豪华的背景。谁知他连信用卡都被吴泽宇盗刷了，卡爆了，他付不了账，被人曝光到了网上。那些陈元曾经信任的，不管是好友还是家人，没有一个伸出援手。他打了很多个电话，都没能借到买单的钱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冤种。陈元的人设彻底崩塌，网友讨厌这个虚假的女人，不再为她的直播和带货买单，离开了昂贵的声卡。她一般的唱歌技巧也没能迎来新的粉丝，她怎么能不恨呢？
好好的日子全被他们毁了。当我得知这些的时候，只是笑了笑，给室友群里发了1万的红包。上次聚会来帮忙的同学，你们看着分分吧，等我蜜月回来再好好聚。群里一溜的表情包都是小人跪拜叫爸爸的表情。我看了看最新的系统任务，投资成功，奖励一座海岛，好像很适合度蜜月的样子。我转头看了看厨房忙碌的秦念言，日子嘛，总要越过越好的。陈元番外，我和叶子成是在大2时相爱的，从小我就很会打扮，入学时得了个系花的称号，追求者一堆。叶子成算是里面最真诚的。大学时期的女生攀比的永远是谁的男友更用心。叶子成愿意为了我去排队买份炒栗子，怕我胃疼早起送饭，他几乎把所有钱都花在了我身上，买一份饭也会把大半都分给我。和他在一起，我得到了很多人羡慕的眼光，我沦陷在这样的爱里，为他拒绝所有暧昧，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他。直到后来我带他回家，家里人全都表示了反对。他们在叶子成走后和我促膝长谈，说他家世不够好，给不起高昂的彩礼。我尝试列举他对我的好，家人却说我这样的容貌可以轻松变现。叶子成只是个穷小子，养不起就别养。爸妈逐渐开始关注我，他们给我买想要的衣服、包包，给我做爱吃的菜，说他们其实很在意我，要高彩礼，只是希望男方给个态度，婚后不会欺负我而已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是弟弟的陪衬，这样的日子让我变得飘飘然，轻易被他们说服了。许嫣是我的堂姐，以前我们交集不多，却在那次谈心之后变成了我的闺蜜。她为我出谋划策，说我是太单纯，被自己男朋友骗了。她说叶子成对我的那些只不过是廉价的好，没什么成本。她让我做，问叶子成一遍遍要东西，让他证明爱我。那些东西后来大多被他拿走，我有些不高兴，有对他的，也有对叶子成的。他为什么不能再爱我一点，爱到说服所有人呢？我渐渐不再知足，直到某天决定听从父母的话，嫁给吴泽宇。他们家给出了50万彩礼，父母却没有按照之前说好的那样把钱给我。我们大吵一架，最终他们拿着钱回老家，连床被子都没给我准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50万原本就是准备回家盖房子的。吴泽宇婚后对我并不算好，他很爱玩，成天不回家。好在他家世好，带着我搬进了豪华小区，承诺生下儿子就把房子过户给我。我很高兴，开始拍摄一些视频发布在网上。以前的唱歌视频不温不火，有了豪宅定位背景之后，留言却越来越多，我的虚荣心也是在那里越扩越大。我觉得钱真是个好东西，它能给我想要的一切，奢侈品、美貌，甚至是粉丝的喜爱。我直播时看着粉丝一口一个富婆姐姐，只觉得兴奋极了，忍不住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，是自己是千金大小姐，有一个大女主般的人生。听到吴泽宇说要邀请同学来家里聚会，我第一时间想起了叶子成，那个我曾经的爱人。我有一瞬间的愣神，想问他如今过得好不好，又庆幸自己放弃了爱情，才能有现在的幸福生活。所以再见到他，我毫不客气嘲讽，好像这样就可以否定自己的过去似的。可是他的眼里波澜不惊，像是没有被打扰的池水。叶子成是不是已经忘记了陈元？这个认知让我害怕。我想在他面前刷存在感，一张口却都是嘲讽。虚荣把我变得连句好好的话都不会说了。可我没想到聚会搞砸了，这房子
只是吴泽宇租的，他还欠了债，甚至想让我去陪睡。我意识到，如果不阻止他，我就会彻底变成他的还债工具。所以我离了婚，一夕之间被所有人抛弃了。我无路可去，只能在地下车库守着，想要再见他一面。我努力安抚自己，就算所有人都离我而去，叶子成也一定会爱陈元的，就像当年上学时他会为我付出一切那样。可他有了新的爱人，一如当初，他的眼里只能看到那个人。堂姐许嫣想要接手我的粉丝，开始蹭我的热度，玩互联网。我直接把他和吴泽宇出轨的视频公布出去，让他人人喊打。杀死吴泽宇的时候，我忽然就释怀了。匿名告诉我地址的人，我知道是他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已经毁了，就为他做最后一件事吧。这件事和他无关，他干干净净的过自己的新生活去。希望下辈子还是我先遇到他，那时候我一定不会让给秦念言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